大概在2个礼拜前，这里有空袭事件。我当时以为这里很危险，但来这里之后，我发现好像没有这么危险。Це не так небезпечно, тому що ми живемо тут і зараз, і лякатися цього, напевно, не бачу смислу, тому що це може трапитися з кожним. 我经常收到防空警报的通知，但奇怪的是，这里的人似乎都习以为常，并没有要前往防空洞或避难所的意思。请问为什么会这样？ Люди никуда не уходят, потому что привыкли к взрывам этим. Уже, наверное, никого не удивить. Наверное, поэтому. 哎，你们看这个有够夸张的啊！第一次看到这种教堂，你知道吗？啊 ，give you。我不知道为什么刚刚那个老奶奶要哭，但是我看到她这样哭，心里其实也蛮难过的。也有一些人，可能打仗之前或者说打仗之后再想办法离开。因为每个人的抉择，你不能说谁对或者谁错，因为这东西没法去站到道德制高点去评判。对啊，面临生死的事情，谁比谁去勇敢，对吧？这里是奥德萨，乌克兰第3大城市，也是黑海沿岸最重要的港口之一。长久以来，这座城市一直是乌克兰的经济与战略重镇。而正因为如此，战争爆发后，奥德萨成为俄军攻击的主要目标之一。俄罗斯不仅希望削弱乌克兰的海上贸易能力，还企图在黑海沿岸建立更强的控制力。这里距离前线地区赫尔松州的俄军控制区只有约200公里。战争的阴影一直笼罩着这座城市。就在10天前，奥德萨才刚遭遇开战以来最大规模的无人机攻击。那时我还在考虑是否要来，说实话，心里真的很担心。但今天我站在这里，想带大家看看这座城市的现状，走访战争留下的痕迹，也看看市民的生活是否已经慢慢回归正轨。现在我从旅馆出发，沿路看看奥德萨的现状吧。他们这不知道是什么机器，但是上面的涂鸦就让我想到在西班牙要去 ATM 领钱的时候，也是满满的涂鸦。真的不太懂为什么西方人都很喜欢在这种机器上面搞涂鸦，你知道吗？而且它这个是有在运作的哦，不是说废弃掉的。你们看，这里有一台机器，难逃幸免，满满的涂鸦。走在路上，我发现这里的街头杂货店或咖啡厅也蛮多的。你们看我身后这里就有一家杂货店，这个现在没有营业，也不知道是咖啡厅还是杂货店。但是对面也有一间咖啡厅，斜对面也有一间，然后这边也有一家咖啡厅。你们看这间咖啡厅，我觉得它的名字蛮酷的。刚刚远远看以为是 coffee， 结果近看是 folk coffee， 我也不知道 folk 是什么意思，但是我确定它不是英文就对了。我发现这条街的窗户都被木板所取代，而2楼的窗户则是用塑料布遮着，这应该是为了防止爆炸时玻璃碎片造成的2次伤害。战争的影响真的是无所不在啊！感觉乌克兰每座城市都有这样的地方，这里摆满了阵亡士兵的照片和乌克兰的国旗。他们曾经是这座城市的一部分，如今只能透过这些影像被记住。这里有一些白心蓝面旗，上面写满汉字，可能是某个中国团体前来悼念乌克兰士兵所留下的。现在我来到奥德萨的港口旁边，这里曾经是乌克兰最重要的贸易枢纽，如今却因为战争，许多区域都受到严格的管控。这栋建筑曾经是奥德萨的5星酒店，但在2023年9月份的时候，受到俄罗斯飞弹的波及，受损严重，现在就是一个废弃的大楼。你们看一下奥德萨的港口，真的是没有几艘船啊。
现在只有看到一艘货船正要进港，在这边，然后旁边就是吊货物的吊臂场。我发现不管是奥德萨还是利沃夫，这里的公园似乎都有一种共同的特色，那就是细长的绿地设计，宛如一条绿色长廊。不知道这是不是乌克兰公园的普遍风格，但我还蛮喜欢这样的设计。不管是走在林荫大道，或是坐在长椅上发呆，都让我感觉很惬意。这是奥德萨最著名的宗教建筑——主显圣容主教座堂。从屋顶的十字架可以判断出，这是一座东正教堂。你们看，这里正在整修，这是因为2023年的时候，这里遭受俄罗斯飞弹袭击，教堂遭受严重破坏。旅馆的柜台小哥跟我说这里有开放参观，但是我看这个态势应该是没有开放啦。那我们进去看这到底有没有开放吧。你们看它这一面都还在整修，窗户也都用木板遮着，这一侧一样被铁皮围着，但从它的外观判断，我觉得它的外部维修工程应该是差不多了。然后教堂旁边这栋建筑不知道是什么，但是应该也是教堂的一部分，整个是被木板遮得严严实实啊。走到这侧终于没有铁皮了，但是它旁边这个门也没有开。那看一下前面主教堂有没有开，这个门也没有开。这里也在整修，然后这个不知道能不能进去，问一下他好了。Hello，Can I go inside？ OK, thank you。哇，没想到还真的可以进来啊！但是它教堂门是关的，刚刚我还以为不能进来。干，我操！你们看这个有够夸张的啊！第一次看到这种教堂，你知道吗？你们看上面那个屋顶都被破坏掉了，超级扯。这里更扯，你看上面的钢筋都裸在外面了，旁边的墙壁还看得出火烧的痕迹。给你们看看另一侧，比较一下。幸好这一侧受到波及比较小，保存都还算完整。give you。不行。我不知道为什么刚刚那个老奶奶要哭，但是我看到她这样哭，心里其实也蛮难过的，所以我就把身上唯一一包的卫生纸都送给了她，因为我觉得她这个时候更需要这一包卫生纸。这一侧的走廊看起来保存完好，似乎没有受到战火的波及，但如果仔细观察，还是能发现飞弹袭击后留下的伤痕。可以看得出来，天花板的装饰有些都已经掉落了。那面墙的外层也已经剥落，露出了底下的钢筋结构。这里是教堂受损最严重的地方，左侧的区域是教堂的内殿，右侧这个屋顶当时还被炸出一个大窟窿。站在这里看着这座正在被修复的教堂，我不禁思考：战争会留下伤痕，但人们还是会努力修补、重建，继续生活。这趟旅程让我见证了战争的痕迹，也让我看到这座城市的韧性。希望有一天这里不再需要被修复，而是能够安稳地存在。刚刚收到防空警报 App 的通知，远处也可以听到这座城市的防空警报响起。当你们看看街道上的人，生活一切如常，完全没有要去避难的意思，这是不是有点太夸张了？我经常收到防空警报的通知，但奇怪的是，这里的人似乎都习以为常，并没有要前往防空洞或避难所的意思。请问为什么会这样？Люди никуда не уходят, потому что привыкли к взрывам этим. Уже, наверное, никого не удивить. Наверное, поэтому. Ми вже просто до цього звикли. І ми розуміємо, що є робота, яку треба виконувати, і нічого страшного. 这附近有防空洞或避难所吗？平时会有人去吗？Ну, є бомбосховище десь поруч, але люди не часто ховаються туди, тому що не бачать в цьому якоїсь великої потреби.
Да, тут есть много бомбоубежищ поблизости, но я ни разу там не была и никого не видела, честно. Поэтому, ну, возможно, туда кто-то ходит, но не я. У нас приблизно, от, ну, якщо говорити в зоні доступності, приблизно зараз знаходяться 3 бомбосховища. Люди можуть спокійно туди спуститися, як не проблема. Звісно, вони не такі великі, але люди можуть туди спуститися і перечекати тривоги. 如果你看到无人机或飞弹在你眼前爆炸，你会马上去避难吗？还是依旧选择留在原地？ Так, тому що це страшно, напевно. Я вже бачив це, і це не дуже приємне зріліще зовсім. Тому так, сховався би. Ну, я бы испугалась. Наверное, да, я бы пошла в убежище. Возможно. А коли починається тривога, у нас, як у поліції, є зобов'язання йти в бомбосховище. Але як особисто, це дуже залежить від ситуації. Якщо, наприклад, там буде ракета балістична, то так, особисто я б сховався. Якщо це будуть дрони або літак, я міркую, що ні, я б цього не зробив би. Насправді у нас було декілька ситуацій, коли буквально метрів 100 від нас вибухнула ракета біля порту. Я пам'ятаю цю ситуацію. Дуже дивно, що люди за цей час, коли війна, ще не встигли навіть адекватно реагувати на це. Ну, зазвичай ти не можеш адекватно реагувати, тож не було такої реакції, як всі впали на землю або таке. Всі люди спочатку стояли, були шоковані і не розуміли, що насправді відбувається. 如果有机会搬到更安全的地方，你会考虑吗？还是选择留在这里？ Ні, я хочу залишитися тут, тому що це моє місто. Я його дуже обожнюю. Тут чудова природа, чудові люди, чудова погода і все тут чудове, тому ні. Я б залишився тут. Нет, пока Одесса стоит, я буду тут, и меня отсюда не выгнать. Ну, так як тут є моя родина, і також як тут є всі мої друзі і знайомі, то я залишаюся тут для того, щоб берегти їх, також допомагати відновлювати країну після. “我在网络上看到，在奥德萨有征兵官去抓年轻人当兵。 І є люди, які ухиляються від служби в армії, тому що за Конституцією України, за нашим законом, абсолютно всі чоловіки вони зобов'язані служити в армії. І є люди, які ухиляються від цієї служби, тому зараз є військовослужбовці, територіальний центр комплектування. Він займається якраз таки цими справами спільно з поліцією. Вони ловлять чоловіків, які ухиляються від служби в армії. Це їх робота. “对奥德萨的居民来说，无人机和空袭警报已经成为日常，大家早已习惯这样的生活节奏。但当爆炸发生在眼前，恐惧依然是真实的。无论经历过多少次，那一瞬间的震撼与惊慌，始终无法忘记。尽管战争带来破坏，但这条步行街依然相当多人。你们看这里，还有一匹马，这应该也是付钱，然后在这里绕来绕去的一种观光产业。这是奥德萨的歌剧院，感觉蛮雄伟的，不知道里面有没有在营业，只是感觉很冷清，周围都没有什么人。旁边这个树包是什么品种？但总觉得它很有神秘感，感觉只能在电影或童话故事里面看到这种树。路上都是这种征兵广告牌，我觉得他们拍的蛮好的，比台湾的征兵广告牌拍的还要好啊！你们看，现在才傍晚，对面那间吧就超级多人在排队。这间意式餐厅真的很有意式风格，连大卫雕像都放出来了。逛了一天奥德萨，肚子也有点饿了。我在小红书上面发现这里居然有台湾面店。这次出国7个月，也已经7个月没有吃到台湾的食物了。没想到这次居然在乌克兰，让我有机会重温家乡的滋味。到了，就是这家。哇，台式牛肉面、乌兰牛肉面、鸡肉骨汤面，还有鸡丝葱油面，进去吃看看。来点一个最经典的台式牛肉面好了，然后再点一个小菜，凉拌牛肉片好像不错，然后再加一个炸薯条。这里还有送一杯茶，
是热的，来喝喝看。不知道是绿茶还是茉莉花茶，喝不出来。Thank you。这牛肉片感觉还蛮多的，大约就跟一个手掌一样大。这面是师傅刚刚手工拉制的，感觉还不错，来尝尝看。味道跟在台湾吃到的一模一样啊，然后它这个面蛮 Q 弹的，蛮好吃的。它这个汤头也蛮道地的。这个凉拌牛肉面也蛮好吃的。我刚刚看到上面的辣椒，以为很辣，因为我自己本身不太吃辣，但是它这个辣度我还可以接受。我的薯条终于来了，这餐要吃饱吃爽啊！结果刚刚那间台湾面店是大陆人开的，但我觉得那个面还不错吃。吃完的时候我还跟那个老板还有做面的师傅聊天，聊到打烊，真的是蛮开心的。那个老板还很热情的邀请我明天再去吃他的面。他要请我这样子，超级开心。那今天也有点晚了，我先回民宿休息。防空警报又响了，这里有2款当地人推荐的防空警报 App 分享给大家。如果你计划在战争期间来乌克兰，建议下载这些 App， 以确保自身安全。Hello， 因为今天下雨天，不适合走户外的行程，我就上网找了一下下雨天可以去哪里。后来我发现这里有一家百货公司，那我就带大家去看一下，在这个战火下的城市，他们的百货公司长什么样子吧。一发，你们看这栋建筑还蛮漂亮的，但是里面好像没有住人。你们看这咖啡厅，我还真的是第一次看到泰式和日式结合的咖啡厅啊。这间就是我要去的百货公司，感觉还蛮大的，不错不错。终于到了。你们看这个里面的商品，超级多中国制造的甜点和泡面。然后这边还可以直接信用卡付款，还有现场泡泡面。还真的是第一次看到这种机器啊 No video, no photo. War.！Because of the war, Yes. so I cannot shoot a video here. It's war. Okay. No, please. OK, Thank you. Please. 这里不能拍摄，就先这样吧。刚从百货公司出来，或许很多人会好奇，为什么战争期间连百货公司都会禁止摄影？前阵子刚好跟基辅的朋友有聊到相关的话题。我原本以为俄罗斯只会攻击军事设施或机场等高价值目标，但他跟我讲说并不是这样的，他们还会攻击民用设施，比如商场、住宅大楼，甚至是医院或学校。这也是为什么战争期间很多地方都禁止摄影，以避免暴露潜在的战略资讯。现在又要去台湾牛肉面店吃晚餐了。然后不太好意思给老板请，所以买了杯茶去给他们，顺便跟他们唠嗑一下。嗨，嗨，你过来啦？啊，好。老板，这个给你们什么？茶。我刚刚去猫咪那里，没关系，给你们喝吧。老板请的牛肉面和菜看起来不错。第一个就是说战争能够尽快结束，你这样的话，就是说大家的这个用餐也好，旅游、逛街这种情绪就能调动起来，对啊，要不然的话，你可能今天下雨，明天的话突然来个导弹，来个什么，大家这一段时间又不上街了。就斜对角街角的那个布里斯托酒店，对，被炸之前那段时间，我们这儿人非常多。当天晚上炸完之后，然后后边陆续多少就是有
1个月吧，大概多半个月吧，就至少多半个月，又没有人，哦，又没了。然后就不敢上街了都。哦，而且就是尤其晚上，人们就不再这么晚的去逛街，就早早就回去了。哦，这样啊。那时候爆炸的时候，你们有收到什么警报吗？你们有下？没有警报啊？你们没有警报？没有警报。没有。它一般是这样式的，就是说，如果是警报先响，后边可能比如说无人机啊这种骚扰，再去有那个高射炮去拦截。如果是那种大的导弹，它是先爆，然后后边再去响。反正给我的感觉，你说人们离战争说近吧，非常非常的近，天天都在空前。但是你说远吧，就是说大家可能心态上或者说精神上的，就是想去淡忘，或者说是尽量不让它去影响自己的这种生活和情绪，就在这么一种纠结的一种环境下去生活。哦，怎么说呢？他们有的人，更多人可能是选择就是还依然留在这个乌克兰，就是毕竟是自己的家园嘛。是啊，然后通过各种方式来做一些个支援，或者说是为了自己的生计。也有一些人就说，可能打仗之前或者说打仗之后再想办法离开。因为每个人的抉择，你不能说谁对或者谁错，因为这东西没法去站到道德制高点去评判的。对啊，面临生死的事情，谁比谁去勇敢，对吧？是啊，所以没办法。尼伯河的以东吧，它都是俄语区啊，尤其像什么卢甘斯克、顿涅斯克，俄罗斯占领的那几个地方。对，其实以前大家可能没有这种很明确的什么，你是俄罗斯人，我是乌克兰人，因为它都是俄语区嘛。对啊，甚至说自己的亲戚就是俄国人。对。其实我觉得就跟中国大陆跟台湾很像的一个方面，可能最近的血缘关系来说，就是乌克兰跟这个俄罗斯。那天你跟我说你入境，他们不知道这个，可能很多人不认识台湾护照啊，我能理解。你那天跟我说后，我昨天晚上我在回想，我起这个台湾拉面店，虽然有那冒名顶替的嫌疑，但是也通过你的这个事例，我觉得还是值得的。是啊，是啊，而且让乌克兰知道，台湾在帮助乌克兰，不是中国。好，Thank you，这么好，还有这个是亲手做炸香蕉。炸，好，谢谢。一起吃吧。我不吃，你不吃？好，谢谢。我天天吃。OK，感谢。我知道这里大部分人是讲俄语啊，只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是。他们以前学校的标准语言都是俄语。OK， 所以为什么你像他们这些年龄的，就是基本上不太会乌克兰语。一个你的母语就是俄罗斯语，学校教的也是，就跟我们一样，有地方方言，但学校里全教普通话。对，你在最后呢，那些年轻的学生，他从小他就不会说方言。对啊。但是就说你在和平年代都没问题，对吧？可能不会人计较这些。是啊。但是你打仗的时候，那么对于这些个文化的这种纠偏，就会人们就开始是啊。所以我打烊了，走吧，一会儿我锁门啊。在打仗之后呢，过去这些个可能都会去翻旧账、叨历史。现在他所有这些的官方的窗口、银行什么，它都有语言考试，都要重新拾回这个乌克兰语。我昨天有采访一个女生，还有今天我去公务中心大间的那个保安，他们说乌克兰语和俄语都可以，但是有些人就真的只能跟我讲说他只讲俄语。对，他们差别挺大的。对啊，差别挺大的。我也亲眼看见过晚上，尤其晚上嘛，就是拦截那个无人机那种高射炮还是高射机枪，我反正但是至少能看见间断线上一路光速打的就非常的那个。它是10层楼到顶，我们当时住在顶楼。如果我把那个顶棚开开以后，无人机就在我上面，就非常近的，就好像就是飞机就在这个位置。你就是有听到那个声音就对了。对啊，就是呜，就因为我们10楼顶棚它是后搭出来的那个顶棚很薄，就我感觉一开开时就能够把那拿下来，就这么近。当时是到几点的，我有点忘了。它是不远有一个发电站还是变电站，我不太清楚，是把那儿炸了。它太多了，就有没拦截成功的，然后就那个爆。
你现在来还不错，你可以看门口那些发电机，在我们那段时间的话，就是天天会限电，而且是不光奥德萨，是各个城市都限电，因为他把很多发电厂他都给毁掉了。那现在是没有限电就对了。现在一个就是肯定防空加强了，俄罗斯这个能量没这么大，再一个呢就是很多的国家在支援超大型那种发电机。让我蛮震惊的是，他们对这个无人机啊，还是导弹攻击，或者说这个防空警报，好像变得很无感。你能怎么办呢？就是你说你天天来，天天袭扰，天天怕的要死吗？你该生活还是要生活的。对，可是不会说啊，收到防空警报，或者说看到飞弹或无人机的时候，赶快去避难。这个可能你没有经历过这方面生活的，可能大家想想，哎，我们要采取某些措施什么的。但是你真的面对这个，而且尤其这么频繁的这个，可能大家就第一个是比较麻木了，再一个，我觉得跟对于这个国家的防卫能力也是有信心，也是。你要是说打一个就炸一个，打一个炸一个，那大家都吓死了，对吧？那可能跑的人更多。那搁我可能我也要考虑考虑，是不是还要再来。牛肉面店9点就关门了，但因为跟老板太投缘，我们聊到现在才各自回家。他还跟我说这里晚上有宵禁，12点前必须回去，所以我现在要赶快回到我的旅馆，不然待会会被警察抓走。现在已经晚上11点38分了，这里是晚上的步行街，空荡荡的，没有什么人。然后他过12点就关灯了，现在前面都是暗暗的。终于回来了，还好有安全抵达，没有被警察抓走。Tomorrow， 听面店的老板说，前几个月这里发生空袭，都还需要发电机来持续供电。这路上真的是随便都可以看见发电机耶。这发电机的距离也太近了吧？你看这里一台，隔没几公尺那里也有一台。战争仍在继续，而这样的日常或许还会持续很久。亲身走过这里，我更能感受到这场战争的影响。接下来我将前往基辅，看看乌克兰的首都在战争的第3年如何面对这场持久的考验。